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法西斯是不是正在卷土重来？一提到法西斯啊，很多人脑子里立刻就会跳出几个画面，比如二战、纳粹集中营，或者是墨索里尼的黑山军。没错，这些都是和法西斯有关的历史画面。但有一个问题，法西斯是突然冒出来的吗？显然不是的。法西斯的崛起往往有自己的套路，也有自己的节奏。很多时候它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一步一步慢慢爬上权力的顶峰，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可能还都很正常。今天啊，我想带您回到那段历史，看看这些极端政权是怎么从一个小圈子起家一步步壮大，又是怎么利用的恐惧、野心和社会的不安，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拉进自己的世界，最后变成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而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因为法西斯的兴起呢，从来不是偶然，它的每一步几乎都踩在人性或者制度的弱点之上。如果您想知道这套手法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又是怎么一步步把世界拖进战争与恐怖的，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你可能会很有兴趣听下去。温馨提示一点，我不是来告诉您什么才是真正的法西斯的人，我能做的只是理一理这段历史的脉络，看看法西斯是怎么出现的，又有哪些典型特征。至于今天的世界是不是正在出现类似的现象，我更希望您听完这些历史之后自己去做判断。当然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我们可以理性一点、友善一点，一起聊聊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法西斯最早的起点开始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啊，欧洲正处在一个让人既兴奋又不安的时代。科技发展啊极其迅猛，交通工具也是爆炸式增长，火车、汽车开始普及，各种新机器也是层出不穷。那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但是同时也暗藏危机。1914年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据统计，军人死亡人数多达1000万，受伤人数超过2000万，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死于种族灭绝、饥荒和流感。这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杀戮，机枪、炸弹、化学武器，各种杀伤武器被大规模投入战场。短短4年之间，整个欧洲社会支离破碎。战争结束以后啊，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说意大利，名义上啊它是战胜国，但是胜利的果实并不好摘。当初参战是为了分地盘，为此呢几十万士兵付出了生命。可是战后呢，原本承诺给意大利的土地大部分都没有兑现，想吃的肥肉没吃到，很多意大利人觉得自己被盟友耍了，这种被背叛的感觉迅速蔓延，举国上下都很火大。而另一边，战败国的处境就要更惨了，尤其是德国。德国在战争中啊失去了大约200万士兵，还有几十万平民，他们丢掉了13%的领土，而这些土地上生活着全国10%的人口。但是真正让德国社会崩溃的其实还不是这些，而是钱。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德国政府在开打之前就发动全国购买债券，等于跟全体德国人借钱。借了多少呢？借了1500多亿马克，承诺是打赢以后连本带利还钱。问题是没打赢，最后输得很惨，非但没钱还给国民，还被迫签了新的欠条。根据战后条约，德国必须再支付1300多亿战争赔款，两笔巨额债务互相伤害。为了还钱呢，政府开始疯狂的印钱，这就导致德国的马克变得比厕纸还便宜，老百姓手里的债券瞬间变成了废纸，银行存款也几乎一夜清零。
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说买一块面包要推着一车的钞票去，甚至有人把这个钞票拿来烧火取暖，因为这样做比买煤球还划算。整个社会呢就充满愤怒、怨恨，还有深深的羞辱感。到了这个时候包括整个欧洲在内，其实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社会要发展，国家要进步，但是到底该走哪条路不确定。当时的意大利仍然保留着国王，同时呢也在尝试民主制度，有议会有选举。德国也是如此，有议会可以投票，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法律保障个人权利。只不过这些民主制度其实还非常年轻，以当时而论本质上还很脆弱，而且越来越不堪一击。所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统治阶层，其实都很迷茫。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身体上很多人吃不饱，心理上充满愤怒和恐惧，而对这个政府的信任也几乎降到了冰点。您注意，正是在这种几乎全面崩溃的气氛里，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开始吸引人们。一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另一种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当时有一个越来越流行的想法，就是向俄国学习。俄国在不久前呢爆发了革命，列宁领导人民推翻了旧政府，他们承诺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土地和工业不再属于精英，而是交给工人和农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场革命最终建立了苏联，而苏联在后来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独裁政权，甚至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会儿我们只能说，在一战刚结束的那些年里，对很多陷入混乱的国家来说，俄国革命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诱人的选项。很多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掀起同样的革命，于是呢，意大利和德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抱共产主义，工人罢工，工厂被占领，整个社会开始剧烈动荡。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还有另一条路，而这条路就和接下来这个人有关。谁呢？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墨索里尼其实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里的一颗相当耀眼的新星。他曾经担任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主编，积极为工人发声，倡导权益。但是一战爆发之后，事情开始变了，墨索里尼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彻底闹掰了。为什么闹掰呢？现在看来主要是意见不合，他认为意大利也应该参战，可是另一边几乎全部是坚定的反战派，双方的立场完全对立，结果呢，就是他被扫地出门了，党内开除了。这件事儿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被赶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墨索里尼呢，很快就走上了另一条路。他重新创办了一份报纸，但这一次他谈论的内容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族荣耀、牺牲精神，还有国家的力量。不久之后，意大利正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2岁的墨索里尼也选择入伍，后来在一次训练中受了伤，不得不退役回到家乡。结束军旅生涯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战争结束，墨索里尼开始四处宣讲，他和一小撮人组成了一个俱乐部，成员大多数是和他一样的，都是刚从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军人。这些人在战后的社会里感到挫败、羞辱、迷茫，而墨索里尼给了他们一种解释。他告诉这些人，意大利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历史故土，是西方社会的基石。意大利现在的问题不只是战争留下的创伤，也不只是盟友的背叛，真正的问题在内部。他开始攻击各种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说这些思想正在毒害这个国家，并且煽动工人革命，想要彻底改变意大利，甚至连民主制度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在他的口中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说意大利的民主是各种意见互相拉扯，吵来吵去，结果就是什么事也做不成。接着他抛出一个核心主张。墨索里尼认为
现在的那些政客都应该退场靠边站，真正有资格统治这个国家的应该是那些在战场上流过血的人。在他的描述里呢，那些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士兵们已经跨越了原本的社会阶级，形成了一种新的群体，他称之为战壕贵族。由这些人来统治国家，在他看来才是合理的。他甚至呢给这种理念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战壕统治。这些观念也构成了意大利法西斯最早期的核心意识形态。时间来到1919年春天，地点是意大利米兰，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1年，墨索里尼把一些人召集到他的退伍军人俱乐部。那么这一次呢，他又抛出了一个核心观念，他说暴力是神圣且荣耀的。那么暴力怎么会神圣荣耀呢？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对这一点呢，很多研究法西斯的学者都指出，就说这个法西斯主义往往会伴随2样东西，一个呢是政治军事化，另一个就是暴力。在这种思想里暴力会被美化，被包装成荣耀，被描绘成一种男人的象征，甚至是让国家重新强大的关键。男人就应该强势、好斗、充满力量。这些特质被视作是国家复兴的基石。墨索里尼用了一个符号来象征他的新团体，这个符号其实来自于古罗马，后来在很多历史时期都被使用过，甚至在法国大革命里能够看到，在美国国会大厦里现在也有这个符号。看起来很简单，是一捆绑在一起的木棒，象征团结和秩序。一个木棒可以成为武器，也很容易折断，但如果把很多木棒绑成一束，就会变成很难折断。在意大利的语言里，这束木棒叫做 fascio， 我这个发音可能不太准确，您别介意。如果再加上一把斧头，这束木棒就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刑具。墨索里尼想传达的意思呢，是意大利人必须团结一致，成为一束 fascio。 这个词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如果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会发现法西斯呢其实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由一群退伍军人发起，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重塑意大利以往的荣光。在他们看来呢，要达成这个目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暴力。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要拿暴力对付谁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墨索里尼以前的朋友们，那些社会主义者。很快这些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闯进集会，砸毁印刷机，殴打罢工领袖。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这些暴力小队，这些小队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做黑山军。他们是既像街头的暴徒，又像私人武装。不久之后，他们的队伍就膨胀到了25万人，暴力行动也跟着不断升级。他们放火烧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部，打砸报社，殴打工人，殴打医生，殴打律师。他们闯进咖啡馆，用刀刺伤店员，有时候甚至直接谋杀。在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几乎到处都是类似事件。简单说，这些人在意大利各地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肆无忌惮的呢？这些人不是政府，不是军队，也不是警察，只是一群愤青，一群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激进分子。他们到处施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们呢？政府在哪里呢？问题的根源也恰恰就在这里。当时意大利的民主政府是既分裂又软弱，而更关键的是，社会上真正有权力的一些人其实并不反对墨索里尼的行动，尤其是那些有钱人、企业家、地主、金融精英，他们和墨索里尼一样，非常痛恨共产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俄国革命才刚发生不久，共产主义威胁着要把财富从富人手里拿走，重新分给工人和农民们。这些上层阶级非常恐惧，于是呢，他们开始资助墨索里尼。黑山军甚至被雇来专门镇压罢工，殴打罢工工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法西斯最早的任务就是替资本阶级镇压工人运动。富人们默许甚至出钱支持。那么军队和警察呢？很多军警内部的人其实是同情法西斯的，而墨索里尼呢也一直在努力拉拢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虽然法西斯的手段极其暴力，但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却开始觉得法西斯描绘的那种意大利好像也不错。他们的手段在一些人眼里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意大利法西斯出现的年代啊，共产党在议会里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而当时的意大利的总理是一位中间派政治人物，他不愿意看到这些左派势力掌握实权，于是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很聪明，但后来证明极其危险的决定，他把目光转向了墨索里尼。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法西斯已经不再是边缘团体了，而是发展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总理的想法啊，其实很简单，既然挡不住，那就把他们拉进体制里，让法西斯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你们不是激进吗？我把你们吸纳进来，用制度去约束，然后慢慢的驯化，最终为我所用。总理并不孤单，这种想法不止他一个人有，当时的不少政客其实都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这些人，在他们的眼里啊，这些法西斯分子粗俗愚蠢，自命不凡，而且见识短浅。既然如此，控制他们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就这样正式成为了一个政党，而且是被主流政治体系亲自邀请进来的。这一步在法西斯崛起的过程中非常关键，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法西斯已经完成了2次重要的被接受。第一次是被资本和商业精英所接受，第二次是被整个政治体系，也就是民主制度正式承认。墨索里尼啊，现在已经是一名议会里的政治人物，和他一起进入议会的还有35名法西斯议员。但是这并没有让局势稳定下来，相反的，这个新的政治联盟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意大利政府依然陷在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整个政治体系继续陷入瘫痪。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武装开始利用这种失序，把暴力行动提升到新的层级。在意大利各地，他们开始直接夺权，接管城市，尤其是那些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地方，他们冲进政府大楼，把民选政府直接赶走，然后由自己接管城市，制定新的政策。很多时候警察就在旁边看着，甚至有些情况下呢，还顺手帮他们一把。很快这些法西斯武装啊，就开始向意大利的大城市进军。接着这个事情就升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墨索里尼命令数万名黑山军向着首都罗马进军。这场行动呢，后来被称为进军罗马。几年以前，墨索里尼的运动还仅限于米兰的一个小俱乐部，大概只有100来人。短短3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变成一股足以威胁国家的力量。成千上万的黑山军聚集在首都外围，随时准备进城。同时呢，他们也在向意大利国王发出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看国王敢不敢出动部队。那么国王心里其实也是门儿清，他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在他自己的军队里，其实有不少士兵是同情法西斯的。如果真的下令镇压，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于是国王最后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他没有选择对抗墨索里尼，而是和他达成了一个交易。国王邀请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总理。从这一刻起，墨索里尼真正掌握了权力。Stop thinking and believe in me, bellowed Mussolini, and I will restore the glory that was Rome. And the people answered, Duce, Duce. 他站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一开始呢，他还声称自己并不打算违背宪法。他说，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会继续存在的。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他做的事儿恰恰相反，他开始一步一步从内部拆解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他宣称，议会和整个政治体系早已经腐败无能了，根本不配继续领导国家。对于他的支持其实并不是压倒性的，支持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同样不少。然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呢，黑山军开始恐吓选民，打压反对者。在这样的气氛下呀，法西斯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席位。接下来呢，事情开始加速了，新闻媒体被审查，报纸被关闭，秘密警察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全部消失了。然后所有的其他政党也被直接取缔了。意大利变成了一个一党制国家，一个由强人领袖统治的国家。最后连选举也被取消了。到了1925年，墨索里尼已经清除了所有可能挑战他的民主机制。他完成了法西斯
通往绝对权力的最后一步。在成为了绝对统治者之后，墨索里尼开始用各种口号动员整个国家，其中一句最著名的口号就是相信、服从、战斗。战斗的意思大家都很清楚，从一开始法西斯的运动就是靠暴力崛起的，但另外两个词儿其实同样重要，相信、服从。墨索里尼要求人们不仅要服从他本人，而且还要相信他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呢，意大利曾经很伟大，曾经令人敬畏，而现在只是暂时的衰落。他承诺要让意大利重新变得强大，受人尊敬，甚至令人畏惧。在他的这套叙事里啊，整个国家被重新想象成一支巨大的军队，一束整齐绑在一起的木棒。很多意大利人呢，也都愿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那些不愿意的人则会被暴力清除。所有人都必须排好队，因为在法西斯的世界里，人生就是竞争，就是征服，就是战争。一开始这场战争啊发生在国内，对象呢是社会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是自由派、民主派。但是很快呢，这场战争就被带到了国外。墨索里尼开始入侵非洲，试图把他的新文明强加给其他民族。所以如果总结一下法西斯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场在1919年由墨索里尼发起的政治运动。他崇拜暴力，尤其是针对左翼势力的暴力。他认为民主制度软弱、腐败，毫无价值，不只是需要改革，而且应该被彻底摧毁。他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被羞辱的民族如何重新崛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呢，敌人要为国家的衰落负责，而复兴则要依靠一个强大的魅力型领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运动得到了主流精英的支持，富人、政治人物正是这些支持的源头，让法西斯呢能够逐步掌握权力，然后从内部摧毁民主制度，再利用国家机器要求全民服从，动员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征服与扩张。今天呢，我们把这一整套东西称为法西斯主义。那么法西斯这个名称其实只是因为1919年在米兰，墨索里尼为自己的组织选择了一个标志，一束木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意大利语叫 fascio。 如果当年是别人先发明了这套东西，今天我们可能就会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它了。所有这些并不只发生在意大利，一战后的欧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尤其是那些战败国。就在同一时期，德国有一个人正在密切关注墨索里尼的一切，他非常欣赏这套夺权的方式。接下来呢，他会把这一切推向一个更加可怕的极端。And when we saw these men in the newsreels, quite often we laughed. To us, they looked like characters in a musical comedy. But they weren't comic. They weren't funny. They were deadly serious. They were out for world conquest. Deutsches Volk hielt die Welt. Jeder soll helfen. Their leaders told them that they were supermen. Herrenvolk, the Nazis called it. The master race, destined to rule all other peoples on earth.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德国的处境非常糟糕，军事、政治、经济几乎全面崩溃。德国的情况要比意大利严重得多。在战争之前，德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战争结束后，整个国家一下子跌入低谷。很多德国人呢感到疑惑不解，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局面还能不能挽回呢？很快一部分人给出了答案，既然旧制度失败了，那就不如换一套新的，比如像俄国那样的共产主义就挺好。于是很多德国人开始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委员会，他们发动罢工，占领工厂，甚至发起武装起义。有一些地方啊，人们甚至想要直接推翻政府。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带着屈辱回国的退伍军人，对这一切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不认为是自己输了，而是觉得是被背叛了。长期以来啊，德国社会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德意志文明甚至德意志民族本来就是优越的，是纯粹的。
德国的艺术、音乐、工程技术等等这些成就被解释为一种天生的优越，与生俱来，骨子里就自带文化细胞。围绕这种说法，各种故事流传很广。他们认为日曼民族和古代文明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但事实上这些故事呢，本质上是对科学研究的误读，一点不带含糊的，纯属跑偏。简单来说啊，这场血统优越感的闹剧啊，最早其实是源于语言学界的一个大乌龙。当时呢，有语言学家发现说，这个德语和古印度的梵语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原本呢，这只是说明在几千年前这些语言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有些德国学者脑洞大开，他们是硬生生把语言和血统绑定在了一起。他们看到古印度的文献里把高贵的人称为雅利安，于是就拍着脑门得出一个结论，就说这个德国人啊，就是最纯种最高贵的雅利安人，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源自于这个种族，德国才是一切伟大文化的源头。甚至有人声称其实是德国人创造了古埃及，创造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古希腊，甚至创造了古罗马。在这种想象之中啊，其他所有种族都被看作是不纯的，而有些种族甚至被视为极其不纯。当然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些观念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他们确实借鉴了一些学术研究的外壳，但是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牵强附会的推断，最后拼凑出了一个关于种族优越和种族纯洁的故事。有一些德国人呢，甚至开始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种想象中的文化。这个符号呢，其实在很多文化中都出现过，它是一个勾形十字。在德国人的说法里，这是一个古老的雅利安符文，象征着他们神话般的雅利安祖先，也象征一种被想象出来的高贵血统。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啊，这样的说法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在战败之后，当士兵们带着屈辱回来以后，人们迫切的想知道，就说一个曾经那么强大的国家，怎么就突然崩塌了呢？而雅利安种族的幻想恰好提供了一个答案，这让很多人可以相信，其实德国并没有真正输掉战争，真正发生的是他们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在这种说法里，他们认为这些背叛都是来自国内，政府里那些软弱的政客签署了屈辱的和平条约，共产主义者天天罢工，破坏了战争努力。而在这一整套阴谋论里，还有一个终极替罪羊，一个被描述为不纯洁种族的群体，这就是犹太人。据说啊，正是这些人在背后操控着一切，操控政治，操控革命，一步步策划着要摧毁这个国家。就在这些思想在德国逐渐蔓延的同时，在意大利的米兰，墨索里尼呢正在组建他的团队，而在德国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组织，他们都是一些比较边缘的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一开始他们在正式的政治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不在政府里，也不在议会里，他们只是一群愤怒的男人，痴迷于一个想象中的民族，沉浸在当下的屈辱之中，并且他们渴望用暴力来改变这一切。就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30岁的退伍军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后啊，希特勒加入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型民族主义团体。在这个小团体里呢，他一步步往上爬，最后成为了领袖。他还为这个组织建立了一支准军事武装，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鹤山军。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在模仿墨索里尼的黑山军，它的正式名称是冲锋队，也就是突击队。同时啊，希特勒还帮这个小政党重新做了一次品牌包装。为了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工人阶层，他们取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左的名字，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纳粹党。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政治包装。希特勒很清楚，在当时的德国，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运动是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或者工人运动，所以他干脆呢把这些词儿直接写进了正式名称。与此同时，
希特勒还主持打造了一个更强烈的象征。这个勾形十字旗被他包装成所谓的雅利安符号，红底儿白圆，黑色勾十字，整个配色其实是在模仿旧德意志帝国的国旗，以此向过去致敬。如果说墨索里尼用的是象征古罗马权力的树棒，那么这面旗帜就是希特勒版本的帝国复兴，只不过呢多了一个更极端的核心，种族至上。随着时间推移呢，越来越多人加入他的队伍，他们不只是政党成员，更像是一群街头政治武装。鹤山队开始闯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砸椅子、纵火、殴打参加者，手里拿着棍棒、手枪，甚至还有手榴弹。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山队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暴力民族主义团体。而在德国呢，这样的团体到处都是，各种右翼准军事组织都在街头追捕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而纳粹呢，还多了一个目标，就是少数族群，尤其是犹太人。在纳粹的宣传里，犹太人渐渐被描绘成一切问题的源头，他们被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操控者，德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背叛国家的阴谋者。这些叙事开始在社会上扩散，所有这些暴力和混乱也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个纳粹好像比政府更有力量。当时的德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秩序正在崩塌，而纳粹呢，看起来像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人。这时候的希特勒也在密切关注意大利的情况。1922年，墨索里尼进军罗马，迫使国王把政权交给他。希特勒看到这些报道，很想效仿墨索里尼，他心里盘算着先夺取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然后再向首都柏林进军。1923年，他带着大约600名冲锋队员冲进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那里正在举行政治集会，几百人聚集在里面。希特勒走进去，掏出手枪，朝着这个天花板开了一枪，然后大喊：民族革命开始了！他甚至当场宣布政府已经被推翻，并且试图说服现场的人跟他一起起义。结果是完全失败了，不到1天的时间，这场政变就崩溃了。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啤酒馆暴动。希特勒被逮捕了，和几个同谋一起进了监狱。但是在监狱里呢，他依然能够看报纸、看书，还有一台打字机。而就在同一时间，墨索里尼正在意大利一步一步拆解民主制度。希特勒每天都在读这些新闻，他没有放弃，反而更加确定一件事，他还要再来一次。于是在监狱里，他开始写书，一本后来改变历史的书《我的奋斗》。这本书一半是自传，一半是种族宣言，也是一份未来夺权的政治蓝图，里面充满仇恨、阴谋论，还有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一个为千万绝望民众准备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德国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有了一个答案，就是共产主义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理论里，犹太人是一个不纯的种族，犹太人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们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武器来破坏并最终摧毁德意志。为了防止悲剧发生，就必须要净化国家、净化血统。他把这套说法变成了整个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这本书里希特勒还总结了一件事，就是慕尼黑政变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想要直接用暴力夺权，但是他没有像墨索里尼那样获得商业精英和民主社会的普遍认可。于是希特勒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单靠暴力是不够的，下一次他要换一种方式。书里写得很清楚，要把暴力力量和精心选择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即使他讨厌民主，他也必须利用民主制度上台，然后从内部摧毁它。1924年年底，希特勒出狱了。这一次他没有再搞政变，而是开始用几年时间重建纳粹党，让纳粹成了一个合法且具有竞争力的政治机器。要走向权力顶峰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必须赢得选票。于是1928年德国大选，纳粹党第一次正式参选，结果是选民几乎没人理他们，选票寥寥无几。希特勒没有气馁，反而更加疯狂地宣传自己那套说法，什么德意志民族天生优越，什么犹太人从背后捅刀。这些话呢是一遍一遍地讲，
因为2年以后他将会再次参选。而就在这2年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1929年啊，全球金融市场突然崩盘了，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而德国呢，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经济情况本来就不好，受到的打击几乎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很快有1/3的德国人失业了，整个社会开始陷入一种巨大的焦虑和绝望。法西斯分子等来了一个绝佳的时机，他们开始利用民众的苦难，通过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煽动失业的工人。他们对工人阶级说什么呢？他们说，我感同身受你们的苦难，我要减轻你们的痛苦，快来加入我们吧。这句口号啊，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呢，可以说是极具感染力。于是到了1930年，德国再次举行选举，这一次情况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投给纳粹的人明显变多了，越来越多选民开始相信希特勒啊，或许真的能够改变局面。希特勒的演讲啊，被广泛认为具有强烈的煽动性，而且极其擅长利用民众情绪，把自己包装成民族救星。在这一时期，希特勒几乎没有掩饰的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他上台，就要摧毁民主制度以及现有的政党体系。换句话说呢，他是在竞选一个职位，同时公开宣布自己要终结这个竞选制度。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在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已经对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于是他的口号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革命、民族复兴、种族优越，再加上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德国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样，都是因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在大萧条的氛围下，这套说法啊，迅速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接下来的选举结果，纳粹党的得票数竟然超过了其他的所有政党。虽然还不足以完全控制政府，但有一件事已经非常明确了，纳粹不再只是街头极端组织，它开始被普通德国人接受。如果我们回头看当时的选举数据啊，还会发现另一个细节，得票数同样在暴涨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对于商业精英和保守派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更可怕的讯号，因为共产党的主张很明确，要重新分配财富，没收土地，削弱资本家的权利。而在所有政治力量里，谁最坚决反共？答案很简单，是希特勒。于是德国的政治精英做出了一个看似理性的决定，这个决定和当年的意大利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决定让希特勒进入政府。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正式进入到权力核心位置。很多人当时的想法是，也许可以利用他压制共产党，同时遏制他那些更加疯狂的极端思想。他们对他有所戒备，但是还是接纳了他。从这一刻开始，事情的速度突然加快了。不到1个月，德国国会大楼突然起火。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国会纵火案。在犯罪现场的嫌疑人是个来自荷兰的共产党人，被发现的时候呢，赤裸上身，神情恍惚，并且声称自己是单独行动，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为了号召德国工人反抗法西斯。希特勒由此立刻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这个紧急状态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几天之后，他就终止了宪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免受搜查和扣押的保护，通通被终止。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废除了所有的其他政党。到了1934年，希特勒效仿墨索里尼的策略，掌握了绝对权力，而那些关于雅利安人种的陈旧神话和种族幻想，也正式变成了国家官方政策。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清除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罗姆人、残疾人、流浪者、性工作者、同性恋者，以及最重要的犹太人。1935年，希特勒通过法律剥夺了所有德国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和权利。然后在1938年，他派出武装暴徒全面镇压犹太人，几百座犹太教堂被摧毁，数千家犹太商店被砸毁焚烧，3万名犹太男子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这些发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希特勒首先做的事情是从德国内部彻底消灭所有反对力量。等到1930年代末，当德国国内的反对势力基本被清除以后，他的目光就开始转向外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一起发动战争，欧洲大部分地区满目疮痍。作为这些战争的一部分，希特勒实施了一系列的种族灭绝运动，纳粹政权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屠杀，大约600万犹太人被杀害，还有数百万的波兰人、斯拉夫人、罗姆人以及其他被视作种族不纯或者劣等的平民。Fertig machen zur Meldung! Achtung! Abteilung 6, 310 mit 13114 beim Grabenbau. Danke. Heilder! Heilder! Lassen Sie weiterarbeiten. Weiterarbeiten! Und dann wird... 故事讲到了这里啊，应该有很多人已经有点晕了。这段历史人物很多，事件很多，世界线也很复杂，很容易一头扎进细节里，越看越乱。所以我们先暂停一下，退后一步来看一下整体。如果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人，两个政权走的路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在一开始都只是一些很小的团体，人不多，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崇拜暴力，尤其是对政治对手的暴力。接着呢，他们开始讲一个故事，一个被神化了的过去。在这个故事里，自己的民族啊曾经无比伟大，而现在的衰落全都是因为某些敌人造成的。然后他们提出一个承诺，民族会重新崛起，国家会重新伟大，而带领这一切的是一个魅力非凡、权势滔天的领袖。而接下来啊，事情变得更加微妙，他们并不是依靠武装政变直接夺权，相反的，他们是被邀请着走进体制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更可怕敌人的对手。那个敌人呢，仅限当时的德意两国来讲，通常都叫做共产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于是这些极端力量慢慢被带进主流政治，他们都曾强烈呼吁终结任何形式的民主，尽管他们都曾经利用了民主来获取权力，一旦权力到手，他们又都从内部将民主制度瓦解，以此确保没人能够挑战他们，然后就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一个完全由被神化的领袖掌控的政府、社会和媒体。领袖利用这些权力向民众灌输大量的宣传，同时伴随着某种恐惧，你不要这样那样，你这样可是犯法的，把民众玩弄于股掌，像军队一样可以随时调集或者行动。这支军队呢，先是在国内，然后在国外发动征服战争。其中的希特勒甚至犯下了大规模种族灭绝罪行。当然，我们要先说清楚一点，这并不是一份法西斯标准清单。事实上呢，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份清单。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每一条线索，你会发现这些特征啊，几乎总是反复出现。真正困难的部分其实是在后面。当我们把这些特征放在今天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呢？过去几十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强调个人权利，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最近这些年，情况似乎开始出现了反转。越来越多的观察者注意到，自由民主国家正在减少，一些地方呢开始限制权利，一些地方司法独立受到冲击，或者完全没有司法独立。一些政府开始打压媒体，压制反对声音。与此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有人公开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致敬，有人在集会上做出法西斯式的敬礼，甚至有人公开以纳粹暴行开玩笑。当这些现象一个个拼在一起，越来越多严肃的学者和观察者开始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我们也许正在看到某种形式的法西斯回潮，在某些地方正在开始出现类似1930年代的迹象，比如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始大行其道，民兵组织和私刑团体的出现，强人型领袖，他们承诺要让国家再次伟大，大规模的政治表演秀，以及一个熟悉的套路，把国家的问题全部归咎于某些外来者。甚至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扩张型地面战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已经超过4年。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法西斯是不是真的卷土重来了呢？
说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份清单，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按照这份清单来看，你可能会说，今天世界上确实有一些政权正在做这些事情。也有人会说啊，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影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当年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把所有条件全部凑齐。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如果没有全部符合，那还算不算法西斯呢？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份清单里的每一条都打上勾，才能叫法西斯呢？还是说有些东西只要出现1-2条就已经足够危险了呢？这个问题甚至连研究法西斯的专家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通过理解这些专家学者给出的解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呢，有一派学者就认为说，今天世界上能够看到的并非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尽管有些已经十分接近，但是仍然缺少一些关键要素。什么要素呢？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例，其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他们摧毁了民主制度。摧毁民主就是法西斯政治的核心。所以在这一派看来，真正的法西斯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取消选举，取消宪法，取消议会，利用民主彻底摧毁民主。现在的全世界范围内，尽管存在很多民族主义政权，可能问题很多，但仍然在某种民主框架里运作，哪怕这个民主可能只剩下一个外壳，有的甚至连这个外壳都是假的、虚构的，举手都是泡沫，投票都是演戏。即便这样，它依然不是法西斯，至少目前还不是。除非怎么样呢？除非这些领导人开始呼吁废除选举和宪法，用绝对的独裁压倒一切。到这种情况，那就基本可以认定是了。所以在这些学者看来，事情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他们也提醒，现在很多国家其实都在一条很危险的边缘上，民主和独裁有时候只是一步之遥。那么另一派学者则完全换了一个角度，他们甚至觉得我们可能不应该再用法西斯这个词儿了，因为今天的世界可能出现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叫做非自由民主。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依然有选举，依然有议会，依然有投票，看起来好像还是民主，但民主最重要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消失，或者已经消失。比如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制度可能还在，但是灵魂正在被抽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甚至不需要推翻民主，只需要慢慢的改造它、扭曲它，最后整个体制依然叫民主，但实际运作的方式已经完全变了。当然还有另一批学者看法要更加的激进，他们说其实很多人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真正关键的一点其实早就发生过无数次。是什么呢？就是当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力量被精英阶层接纳，并且进入主流社会，法西斯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存在了。历史上墨索里尼是这样，希特勒也是这样。一开始这些激进团体只是边缘势力，但是当权力阶层发现这些人对自己有用，可以帮自己对付某些敌人的时候，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失控了。这种观点认为法西斯要想真正成功，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联盟，一个三角关系。第一，需要容易被影响、容易接受他们的民众；第二，一个擅长动员情绪，甚至不惜使用暴力的政治运动；第三，掌握经济与权力命脉的精英阶层。当这三股力量拼在一起，历史往往就会开始朝着某个方向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最后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份清单上最重要的是这几点：是不是有一个强人型的领袖？有没有神话过去？有没有承诺未来？有没有将国家衰败归咎于敌人？这一部分专家认为其实判断法西斯最重要的线索不在制度，而在故事。更准确的说呢，是政治领袖在讲什么故事。从历史来看他们的故事通常是这样开始的，说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国家曾经无比伟大，这里的人们血统纯正，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来一切都被毁掉了，被某些敌人、某些外来者、某些背叛者。于是呢，国家被羞辱，民族被压迫。这时候有一个人恰到好处的出现了，他承诺会带领这个国家重新崛起，重新伟大。通过德意两国的历史，
你会发现，当政治变成这样叙事的时候，他就不再关心未来，而是沉迷于一个被神化的过去，一个被羞辱的民族，还有一个说着豪言壮语的领袖。看到这里，你大概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专家学者之间会有这么多的争论。有人说今天的世界离法西斯还很远，也有人说某些迹象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还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太执着于法西斯这个词儿，反而会忽略真正正在发生的事情。回顾这段历史，我个人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法西斯其实不只是一种政权形式，它更像是一种对权力的理解方式，一套运作方法，一种政治模式。历史会不会重演不确定，但是人性贪婪是始终不变的，人对支配的渴望，对暴力的依赖，对等级和秩序的迷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是常态。如果我们以为现代社会科技更发达了，制度更完善了，人类就已经彻底摆脱了这些东西，那可能就太天真了。所以从这一层面而言了解法西斯真正的意义，其实并不是急着给今天的世界贴上一个标签，真正重要的不是等历史重演，而是当那些熟悉的模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见，能不能承认，又能不能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做出一些选择。好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的收看收听，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